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大家好，我是航哥，新加坡汇利证券的股票经纪、投资理财顾问，汇利 Nova 的期货外汇代表，也是新交所学员的讲师。今天是2026年3月21号，星期六，给大家录本期的视频。新朋友请点击关注频道，以免错过未来的持续更新。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的5个窝菜 Broadcast Channel 当中，获得第一手的股票资讯，比别人更早的收到市场信息，那请通过扫描视频上方的二维码，或者是视频下方的 Google Form 的链接，或者是我们上方滚动的 Official WhatsApp 89411587来和航哥联系，开一个汇利证券的股票账户就可以了。开户是免费的，开完户之后做任意的2笔交易就可以 qualify。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继续来聚焦新加坡的股市，我们主要分2个部分。好，那我们第一部分我们要来聚焦 SDI 的整体表现，以及哪些成分股还依然是强势。那第二部分我们来看新加坡 Next 50指数，也就是新加坡新锐50指数当中，在下周一有一个季度的调整，会有4只股票会被剔除，另外加进去4只新的股票。那我们来看到底这8只股票的具体表现如何。OK，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继续我们今天的视频 Let's go。 那我们先来看 SDI上周整体的表现情况如何。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黄色的部分 SDI Index 在上周也是上涨了 2.2%， 那是相当的不错。那尤其是要跟美国的股市一比，那新加坡的股市简直就是在一个天上人间的表现。那整体的这个 SDI 里面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股票是呈现一个绿色，也就是一个增长的一个走势，说明在上周表现还是非常不错。只有几只股票出现了一个回撤，在这个回撤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看到有一些股票基本上是跟一个板块有关，到底是哪一个板块？它就是房地产的板块，所以在接下来在房地产板块上可能要谨慎一些，这个是一个风险的一个提示。所以除了房地产板块的一个表现，你可以看到像金融板块 DBS、OCBC、UOB 在上周的收的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涨势，再加上一些像 Sembcorp Industry 是属于公共事业这个和通讯相关的股票也是表现的非常的不错。 OK， 所以今天的这期视频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着重的去讲这些股票的整体的表现。那我们看完海指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IH 新加坡新锐50指数成分股的整体的一个表现。那在上周大家可以一眼能看出来，肯定是一个绿色上涨的会比这个红色下跌的要来的更多一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领涨的都有什么股票，像 China Aviation Oil， 还有就是 First Resources， 这些都是属于石油还有或者是替代能源相关的一些股票。还有2只 REITs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像3Tech REIT 在上周这个上涨了 10%， Centurion Accommodation REIT 也是上涨了 9% 点多，还是表现非常不错。 OK， 那整体来说这个新锐50在上周其实收涨还是非常的不错。那看下方有几只的股票 OK， 比如说像这个 Banyan Tree， 那引领了在上周的一个下跌。 OK，这只股票是4只其中被剔除的4只之中的其中1只，那另外一个是 Geo Energy Resources， 也是在即将被剔除的1只。 OK， 所以这2只股票你可以看到是有大幅度的一个下跌。今天这个我们来看到底是哪4只股票会被剔除，哪4只股票会被加进来。大家现在看到就是 IH 新加坡新锐50指数季度的审核，也就是2026年3月份是在下周一，也就是3月23号正式的会改动。那加入的这个成分股，其中一个是虎豹，另外一个是 Guacolan， 还有是 Ultra Green AI， 还有 Value Max， 也就是方圆集团。那剔出去的这个成分股，像 Banyan Tree、SBS Transit， 还有 Geo Energy Resources， 还有就是中原海运，所以这4只股票会被剔除。今天的这期视频我们就按照 SDI Index 的成分股，还有要被剔除去的4只新锐50指数这个成分股，还有新加入的这4只这个成分股，我们来看一看。好，那我们首先来看海指的整体的一个表现。海峡时报指数在上周表现是非常不错，周涨幅是 2.2%， 那整体你可以看到又一次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右侧交易的一个走势。对于一些新的朋友，如果说你不了解航哥说的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欢迎去翻翻看我们每周3的 YouTube 的直播的回放，或者是关注下周这个周3的我们的直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回到我们的指数当中。
整体还是在我们的右侧是一个绿色的丝带，说明它整体还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OK， 那尤其在上周又一次回到了5000点左右，这个触碰到了5000点。那在接下来国际局势依然是不确定的，而且中东方面依然处于这种升级的一个状态。然后再看周五的整体的表现，美国整体的表现是非常的糟糕，三大股指都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调。那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之下，相信在下周大概率会影响到 SDI 整体的一个表现。所以目前的这个走势，只要它没有创造新高，也就是没有冲破5040点的这个高点，大家就要谨慎的去看多啊。虽然目前已经进入到右侧，但是有可能出现一个回调的走势，只要它没有冲破前期的一个高点，说明它并不是想要能够再创新高，只有等它冲破这个5040点之后，那才说它是我们的 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说明它继续上冲的潜力或者是动能或者是意愿就会很大，但是目前来说有可能在下周受到美股的拖累。这个是海峡时报指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那下方支撑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一个是在4900点，那接下来大概是在4700到这个4800点左右是它下一个支撑。OK。好，那我们看一下追踪海指的一个挂牌基金 SDI ETF， 目前来说已经转向一个右侧的交易。但是如果说在下周受美国外围的因素影响，海指出现回撤，那 SDI ETF 的也是会有一个回撤的一个短线的一个走势。只要它的下方大概是在4700这个70点没有跌破，那它还依然是在我们的一个右侧，OK， 这是海指的挂牌基金。再来看 DBS， 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强势的，因为这一次的上冲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右侧，而且是冲破了下跌的一个趋势线，整个的是一个上冲的一个走势。那下方的支撑点呢，已经来到了55.2块，这是一个支撑。那上方突破的56块也是它的一个支撑，下方是前面回调的一个低点，也是它一个支撑，在54.3块左右。那之前航哥就跟大家说了，银行股有2个方面的一个利好。那第一个是中东局势不稳，所以中东的一些资本或者是人员或者是一些机构想办法把资金往亚太方面转移，寻求安全的港湾去停靠。所以新加坡因为政治和法律这个都非常稳定，所以是受到了资本的青睐，所以很多的中东的资本要来到什么新加坡，那首当其冲他们要进去的肯定是新加坡的银行系统，这是其一。那第二是国际油价的高企，那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推高通货膨胀，那推高通货膨胀，那美联储就可能相应的就会去进入加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是会利好银行的一个表现。那刚刚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已经把今年的降息的预期是砍到了1次降息，而且还是说法还是说那我们继续的去观望啊，那随时有可能会调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对于新加坡的这种银行股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走势，所以在接下来大家还是可以好好的去关注新加坡银行股的整体表现。好，这是 DBS 已经进入到右侧。OK， 那我们看 UOB 目前来说是在下方左侧这个回调的过程当中，在之前已经出现了2次的超卖黑柱，那出现超卖黑柱之后开启了一波反弹，那现在就反弹到了一个阻力区，这个阻力区就是 37.3 左右，如果在下周冲破这个阻力区站上之后呢，可能就来到了 37.3 到 39.5 之间的一个区间，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右侧交易。但是如果说在下周冲不破这样的一个阻力点，那有可能在短线方面面临一波回调的走势。那它下方的支撑点可能是在35块1毛半，也就是前面回调的一个低点，到35块半的一个之前回调踩了一下35块1，到了又拉回来到35块半，所以目前来说到了35块半有可能就会获得它的一个支撑了。
好，这个是 UOB，那我们再来看 OCBC， 目前来说的一个它的整体表现已经反弹到了我们的一个右侧的走势，表现是非常的不错。那上方距离它的历史的高点其实距离不是特别远啊，有可能在接下来冲破这样的一个高点而再创历史的新高，所以华侨银行也是当前一个非常强势的股票，尤其是它是银行股，接下来可以好的关注一下。好，再来看新加坡新交所的股票，那这次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亮眼。那目前来说，已经进入到右侧交易之后，又突破了历史的高点，再创新高，那它就变成了我们的 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下方的支撑有可能是在17.88左右，这是它的什么60日均线，只要这个均线没有跌破，说明整体还是一个右侧，还是一个上冲的一个走势。OK， 这是新交所。再来看这个 Capital DC Rate，在目前的表现是非常不错，因为进入到我们右侧之后，虽然说有2次的回调，但是都在它的移动支撑点位之上获得了支撑，说明它整体呈现一个继续上冲的一个走势。下方的60日均线，你可以看到从这个下跌的走势，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调头上冲的一个趋势，那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在接下来还可以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好，再来看盛科工业在最近的几天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从下方的我们的超卖黑柱之后获得了一个支撑，之后就开始了一波的反弹，那已经冲破了 6.09 这样的一个阻力，移动的阻力，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右侧的一个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一次其实冲破的还有什么是之前的1次、2次、3次这样的一个高点。冲破这样的一个高点，那在接下来有可能呈现一个继续上冲的一个走势。那下方的支撑点，那目前来说还是在近期回调的一个低点，在5.65，只要这个点位没有跌破，没有出现 lower low 的走势，那整体呈现一个继续上冲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OK， 这是一只公共事业股。再来看新科工程，这大家非常熟悉了，国防科技在世界越纷乱的状态之下，那国防科技还是受到大家的一个瞩目的，所以整体它是呈现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走势。在海指成分股里面，它还是一只强势股。那下方的支撑，第一个是它刚刚突破的这样的一个高点，在10.44左右。那另外一个支撑可能是它的60日均线在9.82，只要没有跌破这个均线，那整体还是呈现一个上冲的一个走势。好，那最后一只成分股，海指成分股新电信，那作为电信巨头，那在当下的一个表现，你可以看到在周五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表现是杠杠的，那整体呈现一个继续上冲。那下方的支撑点，你可以看到刚刚突破的5.15，这个刚刚突破，这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之前一段时间震荡的一个高点，这个高点是在5.04，又是回踩了这样的一个点位。那再下面一个点就是4.90，是2025年11月份的高点，这次是冲破之后有一个回踩，再次上冲。再下面是60日均线的支撑在4.77，你可以看到下面的支撑是非常的厚重，说明这只股票有可能短线的回调，但是也是整体是呈现一个继续上冲的一个走势。OK， 这是新电信的一个整体的看法。好，这是海指成分股当中，那我们再来看即将被剔除在新锐50指数里面的4只股票。首先是班烟 Trade，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周五的收盘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撤，那其实它是在2月27号的时候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回撤，一个跌破了移动支撑点位和它的60日均线，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不太好了。然后再下面的一个支撑是它近期的一个 0.610， 是它一个回调的一个低点，回踩之后又上升，但是这个点位也被跌破了，说明接下来这个走势大概率还是呈现一个下行的一个走势，这个 bearish trend 比较明显。OK， 这个是 Banyan Tree。OK。
好，那另外一个是 SBS Transit 这只股票整体的呈现还是比较好的，继续上冲的走势也还是一目了然。虽然说被剔除在这个50只成分股当中，但是不影响它整体冲高。目前来说依然是在我们的右侧，那下方的支撑点是在 3.7左右，只要这个点位没有跌破，那整体还是一个上冲的一个走势。好，那么再来看 Geo Energy Resources， 其实在本周的一个表现，这个是周一冲高回落，那周三继续上冲，周四又有所回落，周五是收盘收的比较整个一周的表现有一点平。那我们切换到这周的整体的一个表现是下跌了 3.70%， 这个是本周，这就是刚刚过去的这周是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整体来说，你可以看到还是在之前，你可以这边 0.495 是202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支撑。OK， 那现在还依然在这个支撑之上，说明整体趋势还是向上。那我们之前的视频当中也聊到这一只股票，因为它是属于煤炭资源，所以在当前的原油价格高企的走势之下，那对于替代能源，尤其是像煤这种资源方面，还是很有看点的。那目前这只股票的走势还依然是在我们的右侧，所以个人觉得虽然被 Next50 指数剔除，但是这只股票还可以继续的关注。OK， 好像 Costco 这只股票中远，那整体的这个表现，你可以看到它的股价稍微是有一点怎么呢？有一点被控盘的痕迹，并不是它的 K 线并不是特别的干净，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十字星、上影线、下影线的出现，所以对于我们的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有一些失真的存在，过于敏感，所以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猴市，你可以看到冲上去站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右侧，突然又急切的下拉，又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熊市，目前又进入到一个左侧，但整体来说它是出现在一个下跌的一个通道过程当中，整体并不是很看好它的接下来的一个走势。OK， 这个是对于中远。OK， 好，那这是4只要被剔除在这个50只成分股当中。再来看新加入的这4只新贵。那首先第一个是 Hopa， 这个是自从在3月2号进入到左侧之后，整体呈现一个回调的走势。那下方出现了2次的超买黑柱，那筑底企稳之后，开启了一波的反弹。那目前来说，又一次反弹到了我们的一个我们的移动的阻力位的附近。如果说能够在接下来冲破这样的一个阻力位，我们说的是收盘价超过这个 15.9， 那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右侧的一个交易，那整体又呈现一个上冲的一个走势。 OK， 这个是 Hopa。 OK，但是如果说冲不破呢，在接下来有可能出现一波的一个回调的一个行情。 OK， 那当前的一个支撑可能是在 14.7 左右，是近期回调的一个低点的附近。 OK，这个是 Hopa。 再来看刮钩烂这只股票，你可以看到是跌破了一个移动支撑点位之后，其实也是跌破了我们的60日均线，但整体来说就锁定在了一个左侧的交易。所以接下来对于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那我们在片头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了，海指成分股里面的房产的板块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调。那像刮钩烂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那现在这个板块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趋势，那覆巢之下可能没有完卵，所以对于它的走势有可能继续的承压，除非它能够在下方这个回调出现我们的超卖的黑柱，到时候再来关注，或者是它能够冲破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阻力，也就是我们的移动的阻力线，重新站上去之后，继续变成我们的一个右侧的一个交易走势，到时候再来看。但目前来说还是出现这种弱势的继续回调的一个走势。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Ultra Green AI。Ultra Green AI 目前来说，它在3月2号的时候，也差不多是在3月初跌破了我们的移动支撑点位。那跌破移动支撑点位，就进入到了一个我们的走势。那进入到左侧走势，有一个在下方遇到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在你可以看到 1.45 左右是它的当前的一个支撑。那支撑之后出现了一个十字星，第二个确认的一个 K 线之后一波的拉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上方这个支撑现在也就变成了当前的一个阻力，也就是在 1.48 左右。所以越靠近 1.48 是对这只股票来说它的卖压就会越大，所以
越靠近，可能它回调几率就越大一些。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走势有可能大概率会在 1.45 和 1.68 之间的一个走势。OK， 这个是 Ultra Green AI。好，那 Value Max 目前来说，它是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左侧交易过程当中，整体继续下行的趋势概率会比较大。再结合着当前的黄金价格的一个回调，那对于当铺生意或者是珠宝生意来说，整体还是出现一个继续下行的趋势为主。等待时机，等待什么？等待下方出现我们的超卖黑柱，或者是它能够重新站上我们的移动的阻力线，重新生成我们的一个右侧交易，到时候再来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接下来加入的这4只股票都不是在我们的右侧，目前来说还不是在我们右侧。那可能最有希望在下周转成右侧的，那就是虎豹，就是 Hopa， 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这只股票在接下来的一个表现。好了，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就跟大家来聊这么多股票。如果说有您正在关注或者正在投资的，请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他们的名字，让航哥知道。那如果说你想要联系航哥更进一步收到我的 Value Added Services， 那请通过扫描视频上方的二维码，或者是上方滚动的 WhatsApp 89411587来和航哥联系。开一个辉利证券的股票账户，开户是免费的，开完户之后做任意的2笔交易就可以 qualify。OK， 那你在哪里交易？还不是交易，在我这边还有 Value Added Services，Why not？ OK， 那今天视频就这样，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